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本在团队建设和领导力领域堪称经典的书《团队协作的5大障碍》The Five Dysfunctions of a Team， 作者是帕特里克·兰西奥尼 Patrick Lencioni。这本书自出版以来，便在商业世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团队协作的深刻革命。它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无数团队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道路，为团队领导者和管理者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洞察和实用的解决方案。你可能会问，团队协作不就是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工作吗？有什么难的？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在当今竞争激烈、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团队协作的失败往往是许多企业走向衰败的根源。兰西奥尼在书中指出，团队协作并非自然而然形成，它面临着诸多潜在的障碍，这些障碍就像隐藏在海面下的冰山，随时可能让团队这艘巨轮触礁沉没。让我们先来看一个名人事迹。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他在早期与团队合作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在开发初代 Macintosh 电脑时，乔布斯以其对完美的极致追求和对细节的严格把控而闻名。然而，这种对完美的执着也导致了他与团队成员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团队成员们常常因为乔布斯不断改变的设计要求和苛刻的批评而感到沮丧和压力巨大，这使得团队内部出现了信任危机，成员们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害怕遭到乔布斯的否定。最终，初代 Macintosh 的开发进度受到了影响，团队士气也一度陷入低谷。这个案例充分说明了，即使是在像苹果这样伟大的公司里，团队协作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如何克服这些挑战，正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内容。团队协作的5大障碍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对团队协作问题进行简单的描述和分析，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系统而实用的理论框架和行动指南。通过理解和运用书中的理念，团队可以有效地识别自身存在的问题，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从而实现真正的高效的团队协作，为企业创造巨大的价值。障碍1：缺乏信任。缺乏信任是团队协作中最基础也是最致命的障碍。兰西奥尼认为，团队成员之间缺乏信任，主要表现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不愿意向他人寻求帮助，也不愿意给予他人真诚的反馈。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意识，害怕暴露自己的弱点会让自己在团队中处于劣势地位。在一个缺乏信任的团队环境中，成员们会倾向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以避免受到他人的批评或攻击。这种自我保护的行为模式会逐渐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得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和疏远。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信任是满足人们安全需求和归属感需求的重要因素。在一个团队中，如果成员之间缺乏信任，那么他们就无法感受到安全，也就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团队工作中。应用方法1：个人背景介绍。团队领导者可以组织一些团队建设活动，让成员们有机会分享自己的个人背景、经历和兴趣爱好。例如，可以安排一个个人故事分享会，每个成员都有机会讲述自己人生中的难忘的经历。通过这样的活动，成员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彼此的过去和价值观，从而建立起更深层次的情感联系。2. 团队有效性练习。团队成员可以互相评价彼此的优点和缺点，但这种评价必须是建设性的和基于事实的。领导者可以引导成员们以积极的方式提出改进建议，而不是进行人身攻击。例如，在一次团队会议中，每个成员可以轮流分享自己对其他成员在工作上的观察和建议，其他成员则要认真倾听并表示感谢。3. 信任建立练习。可以进行一些信任建立的游戏或活动，如信任背摔。在这个游戏中，一个成员站在高处，背对其他成员，然后向后倒下，其他成员则要齐心协力地将他接住。这个游戏可以有效地培养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感，让他们明白团队的力量和彼此之间的依赖关系。好处：当团队成员之间建立起信任后，他们会更愿意坦诚地交流和合作，更敢于提出创新的想法和解决方案。团队内部的沟通效率会大大提高，成员们之间的误解和冲突也会减少。例如，在一家软件开发公司中，团队领导者通过组织一系列的信任建立活动，使得成员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在项目开发过程中，成员们不再害怕分享自己的想法和遇到的问题，这使得项目的开发进度大大加快，产品的质量也得到了显著提高。缺乏信任的团队成员之间会互相戒备，隐藏自己的弱点和错误，这种行为就像在团队中筑起了一道道高墙，将彼此隔离开来。而真正的团队协作需要的是拆除这些高墙，让成员们能够坦诚相待。障碍2：惧怕冲突。惧怕冲突是指团队成员因为害怕引发冲突而避免表达不同意见，或者在冲突发生时采取回避或妥协的态度。在很多团队中，人们往往将冲突视为一种负面的、破坏性的力量，
认为冲突会破坏团队的和谐氛围，导致人际关系紧张。然而，健康的冲突对于团队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团队成员因为惧怕冲突而不敢表达不同意见，那么团队就很难进行有效的决策和创新。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在团队中往往会寻求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为了避免被团队排斥，成员们可能会选择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迎合大多数人的意见。这种行为模式会抑制团队的多样性思维，阻碍团队的进步。应用方法： 1. 挖掘冲突根源。团队领导者要引导成员们认识到冲突并非坏事，而是团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可以通过组织一些讨论活动，让成员们分享自己在团队中遇到的冲突以及他们对这些冲突的看法。例如，在一次团队会议中，可以安排一个冲突故事分享环节，让成员们讲述自己在工作中经历的一次冲突，以及他们是如何处理的。通过这样的活动，成员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冲突的本质和价值。2. 建立冲突规则。团队可以制定一些关于冲突处理的规则，如尊重他人观点、避免人身攻击、专注于问题本身等。这些规则可以帮助团队成员在发生冲突时保持冷静和理智，以建设性的方式解决冲突。例如，在团队会议中，可以将这些规则写在白板上，提醒成员们在讨论过程中遵守。3. 鼓励建设性冲突。领导者要鼓励成员们积极参与讨论，大胆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可以通过设置一些奖励机制，如对提出创新想法或建设性意见的成员给予表扬或奖励，来激发成员们的积极性。例如，在项目讨论会上，对于那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并能给出合理理由的成员，领导者可以当场给予肯定和表扬。好处：当团队能够以健康的方式处理冲突时，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紧密，团队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也会得到增强。团队能够更好地整合不同的观点和想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例如，在一家广告公司中，团队领导者鼓励成员们在创意讨论会上积极表达不同的意见。在一次项目中，成员们因为对广告创意方案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但通过建设性的讨论和辩论，最终形成了一个极具创意和吸引力的方案，为客户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团队中的冲突并非洪水猛兽，而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处理得当，它可以成为团队发展的动力源泉；如果被压抑或忽视，它则可能成为破坏团队和谐与进步的毒瘤障碍。3. 欠缺投入。欠缺投入是指团队成员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缺乏热情和责任感，对团队的目标和任务不够重视。当团队成员对团队的目标和决策过程缺乏参与感时，他们很难产生强烈的投入感。在很多团队中，决策往往是由少数领导者或核心成员做出的，其他成员只是被动地接受命令。这种情况下，成员们很难对团队的目标产生认同感，也很难在执行过程中全力以赴。此外，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也会导致团队成员欠缺投入。如果团队成员不清楚团队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他们自己在实现目标过程中的角色和责任，那么他们就会感到迷茫和困惑，不知道该如何行动。应用方法： 1. 参与式决策。团队领导者要鼓励成员们积极参与决策过程，可以通过组织团队讨论、头脑风暴等活动，让成员们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例如，在制定团队年度计划时，可以安排一次团队共创工作坊，让每个成员都参与到计划的制定过程中。通过这样的方式，成员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团队的目标和决策依据，从而增强他们的投入感。2. 明确目标与决策。团队要制定清晰明确的目标，并将其分解为具体的任务和指标。同时，要明确每个成员在团队中的角色和责任，让成员们清楚自己在实现团队目标过程中的重要性。例如，在项目启动会上，领导者可以向成员们详细地介绍项目的目标、任务分工和进度安排，让每个成员都明确自己的工作任务和目标。3. 建立责任机制。团队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责任机制，对成员们的行为和结果进行监督和评估。可以通过定期的绩效考核、进度汇报等方式，来确保成员们对团队的目标和任务负责。例如，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可以安排每周一次的进度汇报会，每个成员都要汇报自己的工作进展和遇到的问题，以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好处：当团队成员对团队的目标和任务充满投入感时，他们会更加积极主动的工作，更加努力的克服困难，为实现团队的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团队的执行力和工作效率也会得到显著提高。例如，在一家制造企业里，通过实施参与式决策和明确目标与决策等措施，团队成员们的投入感大大增强。在生产过程中，成员们主动加班加点的工作，解决了许多生产瓶颈问题，最终使得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了 30%。团队成员对目标的投入程度，决定了团队的执行力和战斗力。只有当每个成员都将团队的目标视为自己的目标，并为之全力以赴时，团队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障碍4：逃避责任。
逃避责任是指团队成员在看到其他成员的表现不符合团队的标准或期望时，不愿意主动指出或纠正。在团队中，人们往往害怕因为批评他人而破坏人际关系，或者担心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当看到其他成员的行为不当或表现不佳时，成员们会选择沉默不语，而不是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责任。此外，缺乏明确的责任分工和评估标准也会导致团队成员逃避责任。如果团队成员不清楚自己的责任范围，以及对其他成员的行为和结果没有明确的评估标准，那么他们就很难对其他成员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应用方法： 1. 建立责任共担机制。团队要建立一种责任共担的文化，让每个成员都明白自己对团队的整体绩效负有责任。可以通过组织一些团队活动，如团队拓展训练、团队建设研讨会等，来增强成员们的团队意识和责任感。例如，在一次团队建设研讨会上，可以安排一个责任共担主题的讨论环节，让成员们分享自己对责任共担的理解和看法，以及如何在日常工作中践行责任共担的理念。2. 明确责任分工与评估标准。团队要制定明确的责任分工和评估标准，让每个成员都清楚自己的工作任务和目标，以及对其他成员的行为和结果进行评估的依据。例如，在项目计划书中，可以详细地列出每个成员的任务分工、进度安排和评估标准，让每个成员都明确自己的责任范围。3. 建立反馈机制。团队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反馈机制，鼓励成员们及时地指出其他成员的问题和不足。可以通过定期的团队会议、绩效评估等方式来收集成员们对彼此的评价和反馈。例如，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可以安排每月一次的绩效评估会，每个成员都要对其他成员的工作表现进行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好处：当团队成员能够勇敢地承担责任，对其他成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时，团队的整体绩效会得到提升，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紧密，团队能够更好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保持团队的健康发展。例如，在一家金融公司中，通过建立责任共担机制和反馈机制，团队成员们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得到了加强。在处理客户投诉的过程中，成员们能够及时地指出彼此的问题，并共同寻找解决方案，最终成功地解决了客户的问题，提高了客户满意度。团队中的责任并非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每个成员都需要共同承担的。只有当每个成员都勇于承担责任，对团队负责时，团队才能真正地发挥出强大的力量。障碍5：无视结果。无视结果是指团队成员更关注个人的利益和地位，而不是团队的整体绩效和成果。在很多团队中，个人的绩效考核和奖励机制往往与团队的整体绩效脱节，导致成员们只关注自己的个人目标，而忽视了团队的目标。此外，团队内部的竞争环境也可能会加剧这种个人主义倾向，使得成员们为了争夺个人利益而互相竞争，而不是为了实现团队的目标而合作。1. 建立以团队为导向的绩效考核与奖励机制。团队要建立一套以团队整体绩效为导向的绩效考核和奖励机制，将个人的利益与团队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可以将团队的整体绩效作为成员们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并根据团队的整体绩效来发放奖金和福利。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激励成员们为了实现团队的目标而努力工作。2. 营造团队合作的氛围。团队领导者要积极营造一种团队合作的氛围，鼓励成员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为实现团队的目标而努力。可以通过组织一些团队合作的活动，如团队项目竞赛、团队合作游戏等，来增强成员们的团队合作意识。例如，在一次团队项目竞赛中，可以将成员们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都要完成一个特定的项目任务，然后根据项目的完成情况和效果来评选出优胜小组，并给予奖励。3. 树立团队榜样。团队要树立一些以团队利益为重的榜样人物，通过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和优秀品质，来激励其他成员向他们学习。例如，在团队中评选出一些团队合作之星，并对他们的优秀表现进行表彰和宣传。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引导成员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将团队的利益放在首位。当团队成员将团队的整体绩效视为首要目标时，团队的执行力会得到极大的提升，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也会更加紧密，团队能够更好地实现其目标，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例如，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中，通过实施以团队为导向的绩效考核与奖励机制，团队成员们对团队目标的关注度大大提高。在项目开发过程中，成员们互相协作，共同努力，最终成功地开发出了一款具有创新性的产品，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总而言之，团队协作的5大障碍这本书为我们揭示了团队协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为我们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它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导师，引导我们如何打造一支高效、团结的团队。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团队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在一个个团队之中，无论是工作上的团队、
还是生活中的团队？我们需要明白，团队协作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和付出，去克服那些潜在的障碍。我呼吁大家认真阅读这本书，并将其中的理念和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相信我，当你真正的将这些理念付诸实践时，你会看到团队发生的巨大变化，你会感受到团队协作带来的强大力量。最后，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激励大家：伟大的团队并非一开始就伟大，而是通过不断的克服障碍、解决问题而逐渐变得伟大。让我们一起努力，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伟大团队。谢谢大家。